位伙伴，大家好！今天的日期来到2025年9月9号，我们的讲师秀珍已经来到线上了，我们来邀请秀珍来为大家开讲。Hello， 秀珍，麻烦喽。好，那这个我们这次主要的讲题呢是罗浮大会。那我还是先介绍一下世界上的世界童军的运动哦。那也会讲到一些罗浮大会的一些东西。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童军运动是由贝登堡他所创立的。然后到目前2025年的时候呢，已经有165个国家跟地区有童军组织了。那女童军的话是1909年创立的嘛，那我们这两个组织台湾都有加入。那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是沃省，那沃省台湾也是会员国之一哦。那还有其他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童军组织，这个我有在网络当中去追踪他们的粉丝页哦，就像是欧洲童军同盟，他们也是带领金穿制服哦，然后但是他们就不是沃省的会员，或者是世界童军会社。那世界童军会社他们强调他们是属于原始童军。他们说现在的童军运动已经不太像贝登堡那个所倡导的童军的东西了，所以他们就是强调他们是原始童军。然后再来就是 WEX， 就是世界女童军总会齁。那目前呢，大家都知道的贝登堡武士都有来过台湾，然后他的爵士的爵位是目前是由他的曾孙所那个继承。然后贝登堡武士呢，他呢是在澳洲工作，然后也是澳洲童军。好，那世界上的国际活动的话呢，它非常的多元。那世界大陆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2年之后就在波兰举办，参加年龄是14到17岁。那超过的话就是大 ST， 那没有到的话就是等下一届。好，那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规划世界大陆营，那就是给 Scout 参加的。那什么是世界罗浮大会？那世界罗浮大会的话呢，它是18岁到25岁，属于青年童军。然后它的完整名称叫 Wolfgang Mut。那这个 Mut 呢，它呢是一个会议的意思，就是那个一个聚会的意思。然后贝登堡那个时候呢，他就给罗浮的聚会，就是给他一个 Mut 的这个称号。然后他是每4年办一次。那我们台湾是叫做 Robert Mut， 叫罗浮大会。可是因为有些国家他们没有罗浮，像那个美国，他们没有罗浮。美国的童军呢，他们到18岁以上就离开童军了，他们就是 leader 了，他们没有罗浮这个东西，他们就是 leader 了。那要么就是另外一个童军的身份叫做 venture， 就是探查童军。那 venture scouts 他是可以到22岁。那这次的在葡萄牙办的世界罗浮大会呢，美国也来蛮多人的，美国来了99个。他们呢，大部分来都是探查童军，就 Venture Scout 探查童军。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世界罗浮大会呢，4年之后就在台湾举办，然后今年是在葡萄牙，然后他每4年一次，然后上一届没有办，因为在疫情就是取消了。再往上一届是2017年在冰岛。好，那再来是世界领袖会议，去年呢是办在埃及，然后我们去争取世界罗浮大会的主办权，然后下一次呢是在英国，它3年一次，它每次的话呢都会有就是决定呢这个世界童军的大事，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世界大陆营或世界罗浮大会或世界领袖会议的这个主办的地点。那在欧洲区罗浮大会，那我去年参加的，那参加年龄是16到22岁，那举办年是不定。那上一次是在去年在挪威，那下一次就是在瑞士，2028年已经出来了。然后在亚太区大陆营，那今年的年底是在菲律宾。然后再来还有一些非国际性的，那就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呢2025年的年底有新加坡、菲律宾亚太大陆营及印尼穆斯林的大陆营，现在正在办，9月正在办那个穆斯林的大陆营，他们现在正在办。然后再来就是2026年就精彩了，那就是有冰岛的、瑞典的、丹麦的，那北欧5国就有3个国家办大陆营了。那美国也要办大陆营，那英国呢，他们没有全国大陆营，但是他们地区性的大陆营非常的多，像这个还有这个英国就是这2个大陆营
出现了，然后日本全国大陆营，台湾听说要去蛮多人的，然后再来匈牙利大陆营是中欧大陆营，然后澳洲年底要办罗浮大会，苏格兰也要办大陆营，这是明年的暑假的时候，然后再来非洲罗浮大会在南非，这个听说呢，这个你周末的时候那个国际分享会讲到这个东西，然后在英国的 Canberra， 然后韩国要办大陆营，好，然后再来是泛美罗浮大会厄瓜多，他没有在讲，再来是德国要办大陆营，然后在2027年就是重头戏波兰的世界大陆营，然后荷兰也有哈伦大陆营，然后英国呢叫做 Camden， 好，就是 Cambridge， 就是那个康桥的，然后澳洲也要办全国大陆营，好，然后再来就是2028年就是瑞士罗伯卫，好，艾塞克斯大陆营，好，然后所以呢，这同学如果想要再参加这些活动，都是可以参加的哈。那我今年呢，这个暑假呢，去那个葡萄牙参加世界罗浮大会哈。那因为上一届没有办，那所以呢，今年就来了非常多人，来了6000个人哈。那事实上应该是史上最多的那个罗浮大会了啊，因为上一届在冰岛也没那么多人。好像往前，因为罗浮大会呢，它目前就只有办到第16届而已。那世界大陆营办了25届，可是世界罗浮大会呢，它才办16届。那因为中间有断过，那世界总部呢，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办世界罗浮大会，它采取的是那个罗浮年的方式，就是那个就是在一年当中办很多罗浮活动。好，但是没有办那个世界性的聚会这样子。好，然后所以呢，世界罗浮大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年轻一点。好，那台湾有幸呢，在2004年办过一次的世界罗浮大会。那25年之后，而且确定了就是2029年要办世界罗浮大会。好，那个呢，我们呢，葡萄牙的这个地方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呢先是在哪里报道呢？在里斯本。然后呢，我们 IST 先报道。我们 IST 的话呢，比他们再早我们23号嘛，7月23号报道，比他们再早一天。那我们报道地点是在里斯本的河边。那河边的话呢，我们就在河边扎营嘛。那天风非常大哈。那我们这边呢，就给各位伙伴看照片。好。那我们报到了，好，那这是我们 IST 这2位，我是我然后呢，我戴了领巾，这个呢是 IST 的领巾，就是红的、蓝的 IST 领巾，我觉得很漂亮。好，然后这位伙伴呢，黄风月，他是台北市的团长，然后他戴的领巾就是我们台湾的代表团领巾，然后是那个蓝紫色。就是那个蓝绿色，然后再上滚边这样，这是我们代表团领巾。然后我们报道，他比我先来了然后我比较晚来，然后我们就是庆祝嘛，就吃冰淇淋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好，然后呢，就是来到世界性活动就是找朋友，然后这个是我老朋友，然后老朋友的话呢，他是美国人，但是他是日本裔的。然后我们已经认识10几年了，所以这次的话我们很开心就是可以相遇。然后我来到第1天的时候，我就是开始把我的布章送给我的朋友，然后他也把他的东西送给我这样走。然后呢，这是我们报道的地点它非常的宽大，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公园，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人工建设啊然后呢，当天晚上也有 IST 的欢迎会啦就请舞队来表演。好，那欢迎会的话，结束之后还有一些 IST 自发性的活动，就是带活动、带唱跳等等弄到就是时间弄到蛮晚的，然后都有一些活动都很热闹这样子好，那我们的活动呢基本上分成3部分，然后第一部分就到了里斯本报道，在里斯本河边，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在上面做一些人工的建筑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找老朋友嘛，这个是德国人。然后他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是罗伯卫的同事。那今年呢，他跑去餐厅工作了。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因为餐厅是很辛苦的。然后他去年是活动组的，
然后今年跑去餐厅，我觉得我很佩服他，因为我餐厅有做过很多年，可是我就不想回餐厅了，我觉得今天很辛苦，可是他就回餐厅工作，然后我就很佩服他。哦，他叫 Catherine， 他是德国人，我已经跟他已经至少见过4次面，然后这是晚上晚会的时候，这是7月23号晚上的时候 ，IST 欢迎晚会的时候，然后这是我们帐篷区，然后这边就是河边了。然后呢，这是 IST 的帐篷。然后呢，事实上风非常的大，所以一定要定营钉。然后我们就是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呢，我一大早起来干嘛呢？我一大早起来洗澡，因为他的厕所跟浴室很少。然后晚上的话都很多人排队，我干脆晚上去睡觉，然后早上一大早起来洗澡就可以看日出，然后看那个晨景哈。然后我们吃的餐点事实上很简单。然后我们到主营地的时候也是看到非常简单哈，就是一个主食、一杯饮料、一个水果这样子而已。好，然后再来，这是营地看到的景象，它就是很空旷，它事实上呢就是没有什么人工建筑物，它就是一个舞台。然后这个是什么桥呢？这是葡萄牙一个名人。哦，那如果猜对的话没有奖品，抱歉，我今天没有带。好，那伙伴可以猜吗？这是什么桥？它是一个名人做他名字的桥，伙伴知道吗？那个名人大家一定听过，而且呢，他的地理课本当中就曾经出现过。伙伴知道吗？地理课本当中，因为跟葡萄牙有关的的名人嘛，然后是地理课本历史课本也会出现。有伙伴可以知道吗？他跟好望角有关吼，有伙伴知道吗？他叫做达伽马，就是那个绕过好望角的你看他是绕过好望角，他不是发现好望角，绕过好望角的人。哦，这是瓦斯科达伽马大桥。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这是主舞台，然后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好，这是里斯本的河边，它事实上是里斯本蛮郊区的地方啊，里斯本的东边呐。里斯本比较热闹是在它的南边的地带，然后东边的话是新开发的地方。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帐篷区，这是 IST， 因为参赛人员还没来，这是 IST， 然后从远处这样看哦，那还蛮壮观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扎营，然后呢，大会这次呢，它没有任何遮阳，没有遮阳的地方，然后大家就去晒啊，然后旁边有餐车可以买饮料、买食物吃，然后有一些椅子、有些桌子等等。但是我们只在这个地方呢待到25号而已，从7月23待到7月25。那参加人员是7月24号报到，他7月24到7月252天1夜，我们是3天2夜。然后这是参加人员还没来之前都是 IST 的地方，所以它的场地就是没有任何遮阳，然后就很热。可是伙伴抱怨的不多啦，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大家很开心吧。然后呢，再来就是 IST 的训练，我们在24号早上的时候有进行分批的 IST 训练，那讲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说 safe on hunt， 就是那个你如果在带活动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对待参加人员？然后还有包括25号那一天怎么样去主营地的一些重要的事情。然后它分好几个梯次，因为 IST 人很多，所以呢，就是它分梯次，然后一次进来几个，一次进来几个人这样子你有听就好了，不一定要每个场次都去听。好，然后再来，这是从远处往下看的这是帐篷那非常的壮观，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帐篷，全部都是人然后呢，这个地点应该很少看到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扎营。然后这是河，然后这是瓦斯科达伽马大桥，然后这就是反正就是我到现场的时候就跟老朋友聚会，然后这些人全部都是2013年世界罗浮大会认识的，然后2017年在冰岛的世界罗浮大会有没有见过一次面？然后呢，就经过8年又再见面。好，这个是英国人，然后这个是马来西亚，然后这个是英国人，然后这个是美国人，就是我的老朋友 David。
然后这个是英国人，然后我们都那个嘛，都是世界萝卜大会老朋友嘛，所以我这次聚会的时候，这次世界萝卜大会就是把我的布章送给我老朋友，所以我几乎都没有跟人家换布章，都是送人这样。然后送到什么时候呢？送到7月30号，我布章全部没有了，都是送给朋友这样。所以我都是跟老朋友聚会，然后认识新朋友，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 Evo， 他是一个荷兰人，然后呢，我是2018年的时候跟他认识的，然后他呢是艾斯摩尔的员工，就是荷兰的艾斯摩尔，然后我弟弟也在艾斯摩尔嘛。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弟也在艾斯摩尔，然后如果遇到那个名字有某某某的，就可能是我弟弟哦。然后他们这次荷兰就很好笑哦，因为荷兰人很有名的就是脚踏车，所以他们这次荷兰的做了这个脚踏车的闹铃，就是叮叮叮脚踏车闹铃这样子哦，作为他们的这个纪念品。然后他们就是走路的时候啊，就会按那个闹铃，就是说荷兰人来这样子。然后中间是硕毅，是台南的一个伙伴。好，然后再来这个呢？为什么跟他拍照呢？这个人呢，他呢跟我都是2017年的 IST。那我们这次台湾呢去了137个，那137个的话 ，IST 有19个。好，那19个的 IST 当中，有些人是去上一届的参加人员，然后呢，可是上一届的 IST 就目前就我跟他而已。就我跟他是上一届 IST， 然后其他的 IST 都是上一届的参加人员，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拍照。好，然后他呢，今年在餐厅工作，带着他的同团的伙伴在餐厅工作，非常的勤奋。好，然后这一样是营地哈，就是我们里斯本河边的这个营地，然后就没有遮阳，然后大家就这样子曝晒啊，可是都很开心，看到伙伴呢，然后换布章啊，然后聊天讲话啊。然后都忘记那个高温，然后再来，这是秘鲁人，秘鲁的团长，然后就跟他合照，我们见过很多次面，我2013年就认识他了，然后在2017年又跟他碰过一次面，然后再来就是今年2025年，然后再来，这是营地的设施，它有那个啦，它有太阳能做啦，然后再来就是营地呢，他们就很简单的。在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灯光下面呢，就摆了这个招牌哦，这个牌子哦，但是因为风很大哦，所以它就被吹倒哦。那吹倒的话，大家有些路过人会把它扶起来这样子哦。好，它营地会有提供 WiFi， 所以现在的大活动都会提供 WiFi。好，然后还有充电设施，所以呢，事实上在露营的生活当中都是算蛮方便的。然后小朋友来报到了哦，所以整个营地就开始热闹起来。然后当然就是洗澡就会洗澡的空间就缩小，因为它的澡间就只有几间。然后呢，那个这么多人要用，6000个人要用，所以我在25号一大早我就4点就起来洗澡了，原本是5点啊，现在变4点。好，因为我就要跟小朋友抢嘛。哦，那这是里斯本的营地，他们的预测很少，然后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说，我只要撑过这3天2夜，然后大家去主营地，大家去各路线哦，就可以不用想到里斯本的设备这么简陋哦。那所以我是觉得说，他们要不然就是在里斯本的这个营地的时候，预测还是多一点，就不要那么简单啦。然后这是帐篷哦，看到小朋友。这帐篷哦，他那个是 IC 的帐篷哦，啊帐篷，然后这个是我的朋友，那我们去年呢在挪威见过面，那去年挪威的时候他是那个活动组的组员，但是 IST， 可是今年他变参加人员，因为他还未满25岁，所以我们见到面的时候很开心，跟我们拍张照片，他说：“I'm baby， 我还是个小孩子，我还是参加人员哦。”然后呢？就是跟一个葡萄牙童军见面，然后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有去荷兰，然后那时候他是 leader， 然后今年他变 IST， 然后就跟他见面，就是遇到很多的老朋友，
然后也结交新朋友。好，就是整个场地的这个景象。然后呢，在24号下午的时候呢，就是24号早上参加人员来了，我们台湾的代表团也来了，就是全部都到了。然后24号下午的时候呢，我们驻葡萄牙的大使张亚光大使有来，然后是5点。那所以呢，我们这段时间我就没有事，我就到处走走，这是我们这个里斯本的营地呢，我就附近走走看看这样子然后就河边走走看看，然后也遇到朋友那这个人呢，他是瑞典人，他也是去年我的同事，他今年是参加人员因为他们未满25岁都跑去当参加人员了。所以我们今年的世界罗浮大会呢，我们的 IST 年纪就必须要25岁以上，因为25岁以内都跑去当参加人员。那25岁以上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多人。那因此呢，我们 IST 就很紧绷，很多时候人力不足，所以大会一直跟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到班，不要溜班。那这次参加人又达到6000个，所以人数众多。然后再加 IST， 那整个营地到7000多个然后这是那个我们里斯本营地附近，它就是一个公园，事实上是一个公园啦。然后从远方眺望整个营地，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代表团聚会了。然后呢，我们这次来137个。那有人我就是开玩笑，我就开玩笑，反正全台湾罗浮大家都到了那19个19个 IST， 然后5个 CMT 那就24，那137减24，那就是113个参加人员。应该全台湾的罗浮都来了对那因为上届的全国罗浮大会也是100多个参加人员然后呢113个参加人员又跑到葡萄牙去了所以应该是全台湾的罗浮都在这边对好，那我们张亚光大使在这里，他来了，然后他非常亲切，然后也带了食物、饮料过来，带了零食过来，然后呢，我们罗浮也很可爱啊，送他纪念品啊，然后跟大使合照啊，好，然后这是小朋友的营区就很热闹。那到了25号当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开幕式。这个晚上的时候，非常的夜景非常漂亮。然后呢，隔天早上我就4点就起来洗澡了吧，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个日出，看到了这个还没有完全暗下来的那个夜景，然后还有日出所以这是早起的好处。还有些人还在睡觉嘛，然后我就起来看日出这样。好，看日出。当然前面这是台湾人啦，前面这是李俊宪他们坐在那边看日出，他们也是早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这很好笑就是呢大家开始拆账了，然后拆账之后才发现哇，整个河边都是人。那都是人的话呢，那个情况是有点可怕的，就是你帐篷拆掉之后就是一个个的人，然后就是河边都是人然后就觉得有点恶心啊，怎么都是人这样有点不太舒服都是人这样那原本是一个个帐篷，那帐篷拆掉之后都是人这边也都是这是大家在收帐篷，因为我们一大早都要拆账，因为25号那一天 IST 要去主营地，然后参加人员他们要去哪里呢？各个路线。那各个路线的话呢，他们进行活动。那路线的话呢，他们有100多条。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呢？有搭火车的，有搭巴士的，甚至还有搭飞机的。他们有两个分营在外岛，就是葡萄牙的外岛。他搭飞机去那我们台湾的代表团也有小朋友刚好分配到外岛去好，然后就是河边嘛，好，大家拆完帐篷之后都是人。那原本都是一个帐篷，那现在目前都是人，然后就觉得有点恶心就是怎么都是人啊好，然后再来，这是也是拆账的时候，这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是河边的景象嘛，都是人。
然后对，这河边的景象，对，都是人，然后大家把行李收好了，然后准备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参加完之后，就到各个自己的分营、自己的那个路线去。然后呢，我就遇到我的朋友，然后他呢是叫做 Emil，他是我几乎每一次的国际活动都遇到的人，所以我每次都跟他拍照。好，那今年的世界萝卜大会也遇到，然后去年萝卜我也遇到，然后韩国的世界大陆也遇到，2019年的世界大陆也在北美也遇到，2018在荷兰的萝卜会也遇到，2017在那个冰岛也遇到，然后2016呢在法国也遇到。哦，那已经连续好几年都遇到，所以就是跟他拍照。然后我说明年呢你要去哪里呢？他说明年要去南非，我就不会遇到，因为我不会去我就没有要去南非。然后呢，他也是国际活动常客啦，然后他很会丢东西，丢沙包。哦，所以如果下次遇到他的话呢，就是可以跟他聊聊天。哦，那个硕一也认识他，我们台湾的台南另外一个伙伴硕一也认识他。然后这是又遇到老朋友的。然后他呢是要带轮，他也是国际活动常客。然后他这次呢也是跟我同一个工作的地点，只是我们的分站的站点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有一个伙伴叫陈品如，是跟他同一个分组的。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开幕。哦，那开幕的话呢，大家非常兴奋。那开幕的话呢，有里斯本的市长上台致辞，然后还有这个大会歌，大会歌有动作。哦，然后就是我们来100多个人嘛，然后国旗飘扬，然后所以整个空拍画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国旗。好，这是开幕的时候。那开幕他有请乐队、舞团来表演，那请那个乐团来表演，乐队来表演。然后这是那个古典乐的。然后又遇到朋友了。哦，那他是阿曼人，阿曼在沙特阿拉伯的南方。哦，阿曼人。然后我们也是连续3届的世界萝卜大会都遇过。哦，然后我们2013年在加拿大认识的，然后2017年在冰岛又见到面，然后今年呢在葡萄牙又见到面。然后他也是直接把他的东西送给我这样子，我也是送他我们代表团的纪念品。然后这是另外一张照片哦。然后我们台湾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国旗，我们台湾小朋友呢来了不少人。这边是 IST 还有参加人员。好，然后呢，大会的那个大会歌的跳动带动唱，然后就教我们唱那首大会歌，一起跳那首大会歌。他的歌词还蛮简单的啦。哦，就是 Move Together 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动员了非常多的那个计划委员。哦，所以如果戴着领巾是红色跟绿色边的，就是计划委员。然后 IST 是红色跟蓝色，那参加人员是红色跟粉红色。那计划委员的话呢，像我们台湾的世界萝卜大会呢，已经有人在问计划委员了，就是已经有外国人、瑞士人，然后跑来我们代表团长，就说你们有在征计划委员了吗？然后我就赶快去问我们代表团团长，就是有没有在征计划委员。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代表团，这是不是代表团团长？这是我们的秘书长杨永清，然后他有来，因为我们这次要交接嘛。哦，所以呢，后来又有交接团过来了，过来里斯本，过来那个主营地跟我们会合。然后硕义，然后这是雅婷。然后呢，再来就是要出发到各个自己的路线了。这些小朋友他们要去自己的路线，然后想要排队这样子哦，我觉得很壮观。因为6000个参加人员也是史上最多人，然后排队啊，有些坐火车啊，有些坐巴士，有些坐飞机。然后我们 IST 比较晚，我们 IST 到11点才开始行动，他们就一大早就是那个开幕结束之后就开始动作了。然后这小朋友他们准备要出发啊，就是大家这样烈日之下排队啊、走啊等等。他们那一天早餐的领餐也是这样排很长很长的队伍，然后去领餐。
然后去自己的小队营地里面吃东西。好，然后呢，这是小朋友他要出发了齁，再来换我们 ICT 要出发了，然后他的大会这是怎么安排我们 ICT 去主营地呢？来，各现场的伙伴来猜一下，我们那个大会怎么安排我们这次的参人员，这次的 ICT 去主营地？有没有伙伴要猜一下？我知道啊？如果知道的伙伴先不用讲，那你来伙伴猜一下，我们这次我们 IST 要去主营地，那怎么去？有伙伴知道吗？那大家猜一下，快点，因为真的还蛮有趣的经验这样，因为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交通还蛮方便的，对啊，对，来大家猜一下哦。那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即将要出发去主营地的时候所停留的一个点。那大家猜一下，我们 IST 事实上人也不少嘞，也至少有1000多个人哦。那1000多个人怎么去主营地呢？有伙伴知道吗？有伙伴知道吗？好，那我公布答案哦。火车哦，火车，因为呢，里斯本的营地呢，它旁边就有一个小火车站，然后我们 IST 就拉着自己的大行李，然后走去那个火车站。他也没有派交通车从营地把我们载去火车站，没有，我们就拉着自己的东西去火车站，然后也走了不短的路嘞，走了10几分钟哦。然后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呢，还要等火车，因为他是派专车来啦，所以等火车的时候呢，他第一班火车来了，然后就一堆人上去啊，结果就客满了。那客满了之后呢，我们台湾人大部分都是坐第2班，然后就是我们在那边等啊，是这时候有点火气了，就是有点生气了，你怎么让我那边等哦？然后这是荷兰人，然后就坐一堆人在树荫下，然后有些人就开始把背包放下来啊，就休息一下哦，要等火车来。然后他也没有提供水呢，然后这个在台湾真的很不可思议哦。然后呢？但是因为事实上天气虽然是高温，但是没有到很热一直流汗，所以说喝水这件事情也没有到非常需要啦。但是真的会口渴啦。好，然后再来，这个是另外一个叫许全的伙伴，然后再来就是在月台上等车。第一班车来的时候客满了，然后我们就等第2班。好，然后他开了两班专车啦。然后呢，是从里斯本开到一个小站，就是它有一个地方叫奥华，奥华再往北方一点点这个小站，它的主营地就在那里。哦，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车，然后大家已经有点火气，因为为什么会有点火气？因为大家就是要自己拿行李到这个车站，还要上天桥，然后又没有水，然后还要等，然后第一班还客满。这样子哈，所以就是我其他北送啊那哈，然后尤其我们台湾人呢，有些人就是你第一班没有搭到，然后就是有点火气这样，然后呢，后来在事后检讨的时候，就是代表团长会议的时候，就有人在讲哦，就说事实上你要我们搭火车没关系啦，可是你中间还是要水的补给啦，就是你不能就是说都没有补充水分这样子哦，就让我们这样子拉行李。那 ICT 很多人年纪蛮大的哦，然后呢，这次也是在车站当中 ，ICT 汹涌的挤的整个车站都是哦。那小朋友也是有人搭火车去，那他们比我们早。那 ICT 是11点才全部从主营地从爱丽斯本出发，好，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小朋友。好，然后上车了，准备上车了，然后第2班来的时候上车了吼。好，然后车程事实上蛮久的，有到达3个小时，因为中间走走停停哦，那就坐火车哈，去我们的主营地那个地方，然后来到主营地了。好，那这个他呢，事实上呢，他来到主营地的火车站的时候，还要再走一段路，所以都是走路，他没有派巴士给我们啦，他都是走路，所以大家难免抱怨啦。哦，然后呢，
就是我们下一届要办世界罗浮大会嘛，然后就有外国人跟我们说 no train， 就是不要坐火车这样，然后我们就听了就觉得有点好笑。好，那我们台湾如果是办活动的话，通常都是旅行都是游览车啦，就是很少让大家坐火车哦。好，但是我们的营地远远看就是一堆沙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好，来营地再可以进去了，这是营门。这是主营地，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 IST 在这个地方，然后等差人员过来，就在这地方待着这样子。好，然后呢，又跟我的朋友 David， 我们营地建设是在树林当中，事实上还好啦，就是不会曝晒到阳光，然后就跟 David， 就是美国那位伙伴 David， 他是日裔美国人，所以他看起来是亚洲人，然后我们的制服又很像，所以有一天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人跟我们说，请问一下你是哪个国家的？然后我就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他说他是美国人，然后那个人就很惊讶说你们不同国家哦，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老朋友，我们见面我们已经认识10几年了。好，然后再来他的垃圾分类然后呢这次的大会呢，他有请外面的人来清所以基本上营地的话呢算干净啦，可是还是有点地上还是有一些垃圾，而厕所都有在维护啦。他们可能汲取那个世界大陆营的教训。然后这是主营门，然后主营门进来要就是3印然后主营门是24小时有人看守的，所以进来都要刷卡，都要那个拿 ID 卡去刷然后它是 open 的所以它就是有 security， 就是我们的那个保全人员，就是 IST 担任的来24小时守营门。那 security 我也做过security， 它很累，它必须要轮班。那就是你可能要轮晚上夜间班，然后白天就睡觉这样子然后人家活动的话你就睡觉那晚上的时候大家睡觉的时候你要出来工作。好，然后我们吃的东西它就是两道餐点而已，然后事实上呢我都吃不饱，所以我还在拿第二趟，然后这样才能吃饱反正我来到这个营地大会公餐我就尽量吃嘛。然后再来又遇到朋友了，那他是希腊人，他跟我原本是网友，然后后来呢就是他跟我换部章，然后我就说你会来葡萄牙吗？他说他会来，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约见面吧，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奥华那个营地就见面了。那见面的话呢，就是东西就拿给他嘛，他也当时拿给我那这个是台湾的 IST 跟代表团，然后这是希腊的 IST 跟他们代表团。好，然后再来这是旗杆那有来了非常多的国家，然后我们台湾的国旗有升上去，它排在 S 那个地方。再来这是集合，这是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呢，它不叫做集合场，因为我们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办开幕闭幕，它就是一个主舞台，一个大舞台。然后它的主营地呢有很多的舞台，然后这个大舞台的话呢，也每天晚上都有表演然后呢，再来还有什么东西？小舞台，那小舞台会放电影，然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放电影。然后它呢是从晚上6点开始放然后6点的时候还是很晒，就太阳还是很大，然后很少人，可是到越晚就越多人。然后再来，这是晚餐，晚餐就只有这样而已。然后我都吃不够，还去拿第二遍。然后这个是很好笑的东西，如果参加过世界大陆营的话，应该知道在讲什么来，那个知颖他在讲什么？他讲什么？知颖，嗨，他讲什么？被 Q 是吗 ？Survivor， 我不知道就活着嘛，对不对？然后这是英国人做的这个 T 恤，我觉得很好笑，我就征求他同意帮他拍照。就是说呢，在世界大陆营的时候呢，这是它的特色。然后世界大陆营的特色有什么东西？马路嘛，然后是什么？宝矿力水得啊，然后在厕所很脏啊，很臭啊，然后再是蚊子很多，然后很多的沙土，太阳很大，交通车，还有这个是营地的车子吧？这支营你有坐过吧？有，这个是我们送货的。然后这119，
电力车，就很多人挂病号，还有战斗机。然后再来是一直下雨，就是曾经下过大雨，然后再来是台风，台风的话就把大家就全部都撤走。然后英国人他们就非常幽默，他们做这个 T 恤还有做布章，就来挖苦那个世界大陆营嘛，挖苦那个韩国那一次。他们就说我活下来了。然后我为什么拍这张照片呢？大会呢，他们请街头艺人来表演呢，然后在餐厅旁边，然后就唱歌，然后就玩杂耍，然后街头艺人他表演一整天，就是早餐、中餐、晚餐都有街头艺人来表演。我觉得这蛮特别，就类似桌边服务这样子，桌边的娱乐这样子哦。然后呢，这是那个大舞台晚上的表演。每天晚上都有表演，有些是唱歌，有些是音乐会。然后呢，我一样习惯一大早起来洗澡，因为晚上都很多人排队洗澡，我就一大早起来洗澡。然后就是早上6点的时候，然后阳光洒落在树林当中。再来，这是 IST 营地出来的时候看到的景象。它是一个树林，我们的主营地是一个树林，然后但是它有一些篮球，有些那个足球场，所以它也有球队的办公室在里面。所以平常是给球队了来练习用的。然后它场地很大，所以呢可以让我们办世界罗浮大会。然后这是早上的时候我拍的那个晨曦，然后早餐吃的都是这样子，它都这样，它都没有很多样菜，都两样，最多3样这样。然后我们进行 IST 的训练。那因为我的地点是在营外，然后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叫 Espinho， 然后所以我要到营外去顾那个站。然后呢，让小朋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带他参加活动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呢，去到现场的时候是一个城市，因此呢，我们要过马路要小心然后呢，不能穿越平交道，平交道只能过天桥，过地下道不可以直接走过去这样走，就 ICT 训练。然后接下来就是告诉我们 Espinho 有什么特殊的文化，因为它当地是渔民很多的地方。然后所以我的工作就去 Espinho， 然后去3天，整整3天都在那边，所以我是营外活动。像雅婷她是水上活动嘛，她是河边的 river， 然后是那个地图，然后呢认识新朋友。他呢是美国的 CNT， 他只有20几岁而已。他们 CNT 都给年轻人当，然后老的都去当 ST。他们美国是这样子那我们台湾是老的去当 CNT， 年轻人去当 ST 这样。然后他呢就是非常的亲切，也非常的专业，就是对于介绍美国童军这件事情非常专业然后就是招牌笑容这样子。他只有27岁而已，他是 CNT， 他们 CNT 只有来3个，然后其中之一。然后呢，他们有鼓队表演，就是我们 IST 在营地里面，他们怕我们无聊，他们请那个鼓队来表演，然后从早表演到晚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非常年轻、非常可爱的这个小朋友，他也来敲鼓所以呢，在餐厅里面呢也有街头艺人，然后在外面也有街头艺人。然后呢，接下来干嘛呢？我们 Espinho 的 IST 就要去探路了。然后我们探路就是这队 IST 全部都要搭火车去我们那个城市，就是那个小城市去探路。然后去探路的时候呢，我们当天下午就是700那个100多个 IST 就搭火车去，然后到了现场了。这是当地的，这是 Espinho 那个地方当地的活动，这是文化中心。那文化中心有设一个点，然后这是 Espinho 当地的街道，再来当地的博物馆外面的这个渔船。然后 Espinho 是一个靠海的小城镇，它是一个新兴城镇，它是规划好的，所以呢，它就是非常多的海边的这个设施，然后就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做海滩的活动。然后我们 IST
就是介绍完，就是探路完之后呢，就大家各自的活动。然后这是 Espino 当地的景象。然后就是我们沿着海边走嘛，那就看到开始有一些海滩上的一些人潮。然后接下来就回去了我们就从探路的地点回去。那探路地点回去之后呢，我们被要求一定要经过那个天桥，不可以直接穿越铁路。然后这是从上面看下去的这个小城镇的景象。然后呢，当天晚上的话呢，有卡拉 OK 的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台湾的 CMT 他们就上去唱歌，然后就觉得很好笑。然后这时候参加人员都还没来，他们都还在自己的 pace 自己的路线里面去活动。然后所以这时候都是全部营地里面就是我们 IST 都是25岁以上的，然后我们就自己玩得很开心。然后大会也提供很多的舞台，让我们可以唱歌啊、看表演啊等等。那我们的 CMT 就上去唱歌，然后唱什么 First Day 第一天就是那个刘敬可他们上去唱歌然后我们的代表团长就在卡拉 OK 的舞台的正门口，所以我们在代表团长里面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表演的东西。这是台湾的代表团长。然后呢，晚上在干嘛呢？晚上就在换布章了。然后这是餐厅，然后餐厅晚上没事，它也开放的，24小时开放，所以大家就在餐厅的桌子呢就开始换布章了。那我基本上布章都拿来送人所以我没有下去跟人家换，我就看这样子雅婷有去跟人家换吗？有去摆摊吗？雅婷有去摆摊吗？我没有，没有，因为我都差不多10点半就去睡觉了，所以我没有去摆摊。然后但是我们其他几位 IST 有去，他们晚上都是去那边摆摊。然后摆摊就会碰到一些宝贝啊比如说很稀有的那个，像有些代表团来的人数就很少，然后就可以就是只有这种摊位呢，就可以换到这很稀有的布章。好，那就是我基本上照片只有准备到这边而已。然后这是我们来到里斯本，不是来到主营地的那个第二天，就是7月27号那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之后在我们的那个活动地点办活动的经验。那我今天分享呢大概就到这边。所以你要开麦克风。你说谁要开麦克风 ？OK，Hello，好，谢谢秀珍好，谢谢秀珍这一场的为大家分享其实事实上这一场的邀约时间是蛮紧凑的就1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就直接就应邀就来跟大家做分享了这样子。那因为秀珍她本身就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在这边对她来讲，她准备超容易的好，那我们就是大家先来一个合影。那合影完了之后，就是大家就是有什么要再交流、再请教的部分的话，就是在再来开始好不好？好了，那现在看一下好，秀珍，我看一下。好，所以各位都准备好了吗？有没有镜头打开了？都开了吗？有没有镜头还没开的？来看一下。好，那我这边拍一下，3、2、1。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加。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